婆爸爸如何辅导孩子写中国语文作业。我家的男人虽然汉语不好，但是坚持辅导女儿写语文作业。你别说，还真是人定胜天。辅导了1个月，我女儿的语文成绩终于从班级的中间辅导到了倒数第1。早达今年开始语文课有了一些难度，作业也多了，其中一项就是听写。我在家的时候还好说，但我要是一忙，就只能大胖媳妇来了。早达说，那我爸也不认字儿，就别让他听写我了，我就照着题直接抄写得了。大胖媳妇对女儿说，人不能投机取巧，人要听写，那跟抄写能一样吗？Daddy say it。这一听写呀，大胖媳妇想起来了，自己基本不认字儿，跟早达说，这样吧，你先告诉爸爸这词儿咋读，然后我给你读，咱俩听写。That you teach me。新年愿望。新年愿望。OK， 准备好吗？新年什么？拿来吧你！新年愿望。新年愿望。Got it。新年愿望。收到。A few moments later。你都照着老师给你的纸抄不就行了吗？大胖媳妇可认真了，生怕漏题，生怕考生作弊。不是看题，他不刚看完吗？大胖媳妇每听写1个词儿，早达要先看3遍，写的比正常抄写都准，学校老师都懵了。这早达在家完成的听写作业，每天都是满分，怎么在学校听写考试的时候退步这么大呢？连张大铁都看明白早达为啥成绩下滑了。姐姐，我觉得你考试分低，就是因为爸爸陪你学习学的。你晚上就算不做作业，都比跟他学习强。妈妈都说了，跟臭棋组织下棋，越下越瘦。你别说，事情的本质被扎铁这个4岁小孩一语点透。多亏了他从小就喝飞鹤卓瑞，最近还全新升级了，9维营养全覆盖，升级精准 HMO 组合专利和新一代 DHA 吸收自护都精准满足。现在年货节参与活动，还有机会抽中飞鹤的黄金联名礼盒。没想到扎铁挑拨离间，自食恶果，最后事儿摊到自己脑袋上了。这事儿之后，我们都放弃大胖媳妇了。但是好学的早达并没有放弃自己的成绩。早达放学回家，发现妈妈还没到家，于是抓住刚从幼儿园放学的张大铁，给他考听写。拿起过来，听写。我吗？我要看动画片啊！你说爸爸不行，那就是你。这时候大胖媳妇回家了，还问呢。我很震惊，拿铁可以替爸爸辅导了。I'm very surprised you can do it。这一个 surprise 给拿铁整生气了。我还咋不 rise 了啊？你真是撒泼我个大 rise， 我谢谢你啊！于是拿铁就开始考姐姐听写，他爸就准备玩游戏去了。你要干啥去啊？为啥我在这儿考你心里没点数啊？你自己还有啥呀？你不寻思寻思吗？别考。大胖媳妇乖乖拿纸过来了，跟早达一起考试学习。结果比外国老师更不识字的铁岭老师拿起了考题，发现自己不会。说第一题呀。我酷酷的，哪里学不学？马上冬天了，俺家这大胖媳妇永远是短袖大裤衩，然后加个棉坎肩。你不知道她是冷还是热，这个穿搭到底是什么原因？昨天我正经问她一下，她说胳膊上腿上都是普通的肉，肉可以动，皮可以动，内脏不能动。我说为啥？她说这不很简单吗？你看你买猪肉的时候，冷冻的猪腿肉、猪屁股都可以买，冷冻的皮也可以买，皮冻还好吃呢。但是猪心、猪肝、猪大肠得买新鲜的，冷冻的不好吃。为什么？因为内脏不适合冷冻，不适合冷冻。我说哎呀，你可太自律了，你人生的唯一意义就是出栏那天炖一锅豆角。说起这坎肩吧，他还有故事呢。就是当年我回国工作了，他一个人带女儿在国外的时候，他在一个运动品牌打过工，然后这个品牌呢就给每一个员工发了一个坎肩，就起到这个宣传的作用。然后后来有一天我就跟他说，我说我现在赚的吧比你多，要不然这活咱不干了，就好好带孩子得了。结果第2天上班，他跟疯了似的，逮谁跟谁说，我媳妇在中国挣钱了，我再也不用搁这卖马甲了。然后这不就辞职了吗？辞职那天，他同事瞒着他给他设计了一个惊喜道别 party， 哎呀，就给他唱歌道别，就场面整的可煽情了。老板还跟他说，我们永远欢迎你回来。他跟人老板说，我刚才说话你可能没听着，我媳妇在中国挣钱了，你要是我，你回来呀。结果一顿炫耀，离职回家，发现把人公司发马甲穿回来，领导还给打电话问他，你媳妇不在中国挣钱了吗？你咋还顺公司公务呢？结果你说头一天高调道别，第2天还得回去给人还马甲，但是后来马甲又寄回来给他了，因为这个马甲的下半部分已经被他撑变形了。新来的员工穿上这工装，肚子漏风，都拉稀。然后我老公这马甲他穿了很多年呢，4月在成都穿，10月在铁岭也穿。有时候你就在想哈，他是真不冷吗？他说他真不冷，但是你要说他真
不冷呢，天天冻得大鼻涕拉碴的，还得兜里揣着亲肤原木金装，特别细腻。即使他鼻炎犯了，鼻子红了，他的亲肤触感也不疼，不刺激，贼软还贼强韧，湿水都不容易破，也不容易掉脂屑。不光冷热部分，他对时尚的品味也很难评。去商场什么欧美版、日韩风，什么流行的他都觉得土，就喜欢那花边和大钻。因为他跟我说，他小的时候在义乌走向国际之前，加拿大这种带手工的衣服老贵了。你们看到的他穿的衣服都是被我管束之后的。我要是让他随便按照他喜欢的风格穿衣服，这么说吧，都得离。昨天我跟他说，我说你也捯饬，往年轻了打扮。你如果嫌热，你可以尝试一下什么假领子、屁帘这种东西，这样你不真叠穿，但能穿出叠穿的效果，显年轻。这种屁帘留个边啊！结果晚上我去幼儿园接张大铁，看着他了。哎，宝贝，你干啥呢？我让你留个边儿。露边了。最后我终于解释明白了，留个边儿是留下边儿，不是留上边儿。这回穿对了，潮人去上班去了。但是他的身材吧太特殊了，这个屁帘卡在肚子中下部，他很难受。一天下来不知道咋整的，就秃噜上边去了。回家的时候跟我说，这啥玩意儿啊？这是我上这一天班，没有人看出来我衣服叠穿，都说我衣服穿帮。哎，你爸穿这是不是有点磕碜？干啥都可吃，吓我了呢！我要疯了！这外国人和我们旅游的文化差异太大了，旅个游给我折腾完了。我们来到了美丽的桂林，就是20元人民币上面美景的原址漓江。上船开始，这导游吧，每隔一会儿就会拿个大喇叭跟我们说：“大家请注意，右手边叫大象吸水，左手边叫骏马回眸。”又过一会儿说：“咱们现在右前方就是中外闻名的望夫石。”他们呢听不懂，就极度好奇，就一直问我导游说啥？我说导游说问你这个石头它像一个什么？温迪说它像一个石头。我说你看啊，这个石头站着望向远方，因为她的丈夫没回家。温迪说那等他干啥呀？还站着等？他不回来应该也是在外头喝酒呢。我要是这石头，我早把门反锁了。这石头应该叫再见爱人。反正你跟他们说啥像啥，他们都理解不了。这外国人吧，他看山就是山，看水就是水，他们的景区就是纯景，不附加任何故事和意境。咱们呢正相反，咱从小就背古诗，就得背意境。你写作文要是不用象征拟人排比句，真影响你中考高考得分率。但是他们没有，他们的脑回路是直的，可以说只有脑路没有回。前几天我爸跟温迪讲这个李白的飞流直下3000尺，疑似银河落九天，我爸是这么翻译的。Water 哗哗哗哗哗 ，like a stars 啪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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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啪。温迪说：“哦，我的上帝呀，星星都干碎了！李白这是一部灾难片吗？他们虽然不理解异境文化，但是呢还贼好奇，就一直问你问题。我不回答就问我爸，我爸解释了一天每个石头像啥。温迪最后说：你要是硬逼我说，我最多能承认的像块姜。晚上10点回民宿，还拉着我爸要去天台游泳，游到半夜还得我出来喊所有人现在都回屋刷牙睡下去。我以前是2孩子的妈，温迪他们仨一来，我觉得我是6个孩子的妈。而且我发现老大温迪最不好带，给我爸整的体力不支，第2天说自己身体抱恙。我去他屋一看，老头啥事没有，喝啤酒呢，就是不想出去被折磨了。我说爸，你休想让我承担这一切，我跟你一样，我可没有他们的体格子。所以最近我在尝试这个奥家宝金萃鱼油，1粒就有1.28克的欧米伽3，超浓缩含量高，还添加了维生素 E， 每天1粒，10项全能守护，很方便，给我这种又得工作又得带孩子，身兼数职下疲惫不堪的中年人打造。后来大胖媳妇来广西找我们了，我跟她说，我说我爸还有导游就费尽心思跟他们解释这些石头像啥，你妈和你妹妹们完全不懂。大胖媳妇就找他妈谈话去了，说你们这样吧有点折人家面子，你们配合一下，人家说像啥你们就先说像，完事再自己琢磨。这下好，第2天温迪他们跟我们去溶洞，又是一个凭想象力的地方。温迪他们谨遵教诲，一直在捧场。他们带着一个导游耳机，能说英文，告诉他们哪个石头像啥，他们就一直夸。哦，对呀，好像啊。耳机说面前的石头是个笋，温迪就是啊，多损呐。但是吧，他们那个耳机有点问题，它慢半拍是错位的。耳机说面前的是一个孔雀，温迪说：“哎呀，真的好像孔雀呀，太生动了。”其实他们面前的呢是金猴回首，孔雀还没到呢。我说温迪啊，捧场捧得好，但是捧早了。这个是金猴回首 ，Monkey look back。温迪说：“啊，等丈夫猴呢，我懂，望夫猴。”